在西班牙期间，阿桑乌也到南部安达卢西亚的马拉加，毕卡索的故乡，感受当年他在当地观看斗牛的心情。西班牙人把斗牛称为公牛的祭典，这个过程是一种牺牲献祭，牺牲一头高贵勇敢的动物，以证明人类有勇气，能驾驭野兽王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虽然有人认为残酷，不过海明威笔下所形容人类最高的艺术斗牛，乃是对生命高贵的歌颂。一名勇士与牛对抗，令人深敬。毕卡索许多作品以斗牛士入画。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朋友知道他不愿回国，还特地安排斗牛士前往法国举办斗牛活动。这样活动让毕卡索可以回忆他在家乡的童年时光，并保持作为西班牙人的归属感。毕卡索从小就展现出对于绘画的热情与能力。他的父亲在他8、9岁时就发现他的艺术天赋，12岁时开始培养他。从此之后，他开始了创作生涯，从未间断。19岁的毕卡索到了巴黎，在接触到非洲的黑人雕刻之后，对于这些雕刻大量使用凹面造型，而且不同于传统的西洋明暗法，而大受冲击。当年毕卡索虽未去过非洲，不过开始改变画风，而和布拉克创立了立体派。西班牙的地理位置特别，介于欧洲与非洲两者之间。由于有摩尔人的血统，因此有人认为西班牙不再算是欧洲。而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的说法，也表达了西班牙有半东方的异国特质。这是西班牙人民和文化最鲜明的特点。西班牙本身的地形、气候也不尽相同。北部的坎塔布里亚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其中加利西亚云雾缭绕，最是潮湿多雨。而靠东边的比利牛斯山地区风貌时时不同。东北海岸的巴塞隆纳位于高山环抱的海湾，东部海岸地区的瓦伦西亚和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则是阳光充足但需要时时灌溉的温带地中海型气候。至于中部的卡斯提亚高原，则是内陆的温带大陆型气候，呈现出荒凉布满岩石的朴素。这就是西班牙各式各样的面貌，它在地理或气候方面都没有共同点，就连语言也缺乏统一。而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南部，更是摩尔文化传统最强烈的地方。哥多华、塞维亚和格拉纳达，从西元756年到1492年，它们分别是3个不同时期阿拉伯文明在西班牙的中心。有人也把这里当作是西班牙的非洲部分。位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是一系列的宫殿，覆盖整座山丘的主要部分，且历经了几个世纪后依然美丽。马德里虽处高地，但阳光充足，独特的气候和空气中弥漫的异国特质也让阿桑乌着迷。阿桑乌喜欢画西班牙的小城镇和教堂，一些作品隐约出现聚焦西班牙天空特有的灰色调。阿桑乌也在欣赏过斗牛之后，喜欢上斗牛过程中呈现出的动感，也感受到一名斗牛士孤单而勇敢地站在场中，与一头凶猛野兽对决的气魄，所以也创作过一些表现斗牛的动感与生命力的作品。在近距离目睹美术史巨匠的精华后，阿桑乌对于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有更多的体会，不局限于眼睛所观察的，而是诉诸于心里的感受。为了善加利用在马德里的求学时间，扣除生活的必要所需，阿桑乌把身边的钱几乎都用来买画布和颜料，并且认真的作画，参加各种公家单位主办的绘画比赛。阿桑乌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国际画廊、马德里西古拉多式画廊、托雷多画廊、达拉维亚画廊等处各展。西班牙当地比较喜欢有韵墨的创作，认为阿桑乌的作品仍是具有东方气息的风格。阿桑乌在吸收并炼化巨匠精华之时，内在的儒道思想和东方传统也正受到冲击。他体会到应该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创作，就像是西班牙人写书法也无法追上我们的程度。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西班牙和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背景的阿桑乌，在1971年的马德里不可思议的相遇。